若只论步战，梁山都有哪些一流高手呢？要说在梁山地位最高的兵种就是马军了。梁山大聚一时，宋江搞出了一个梁山马军五虎将，一个梁山马军八票骑，这13个马军头领基本就是梁山马军中的战力担当，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战绩也基本都是马上作战。那么如果单纯的论步战，梁山中有哪些人物可以堪称是一流高手呢？本期视频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梁山的10大步战高手，注意没有步战表现的梁山武将不列入其中。第一，玉麒麟卢俊义。无论是步战还是马战，卢俊义都是作者钦定的水浒武力第一人。书中有赞诗写道：丈二钢枪无敌手，马步军中推第一。而他的步战最强战绩是以一己之力单挑梁山众武将。当时李逵、鲁智深、武松、刘唐、朱仝等人先后与他大战3回合，都没能挫伤其半分的锐气，可见即使是步战，卢俊义也非常强悍。第二，豹子头林冲。林冲虽是梁山马军五虎将之一，但同时也擅长步战，因为之前做过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所以林冲的武术底子非常扎实。在梁山脚下，他手持坡刀，与青面兽杨志大战40回合不分胜负。此外还有用棍棒在5回合内打倒洪教头的高光表现，所以林冲也是一个步战高手。第三，花和尚鲁智深。说起鲁智深，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倒拔垂杨柳，他的力量之大堪比挖掘机，因此步战水平也是毋庸置疑。在小说中，鲁智深一共创造了2场辉煌的步战战绩。第一场是在二龙山脚下，与杨志大战40-50回合不分胜负，当时杨志心里还暗暗称赞道：这个和尚真是了得，俺只刚刚抵挡住。第二场是在征讨方腊时，鲁智深与宝光和尚邓元觉大战50回合不落下风。这个邓元觉是方腊麾下4大元帅之一，武艺高强，持一条52斤的真光混铁禅杖，他在鲁智深手里都没有占到便宜，令城楼上的方天定着实吃了一惊。第四，行者武松。武松是步战中的战神，仅是景阳冈上赤手打死老虎的战绩就够吹一辈子。再说醉打蒋门神、刀劈飞天蜈蚣的战斗也都非常有含金量。不过代表武松巅峰步战水平的还属大闹飞云谷，在自身极其不利的情况下，武松还能做到反杀4名杀手，而这种逆境重生的能力，正是卢俊义、林冲等辈所不具备的。金圣叹评价武松为天人，赞的就是武松的斗志和血性，越是烈士，越是身处绝境，武松就越血性十足，斗志昂扬。如果是以命相搏，恐怕武松将是最后倒下的那个人。第五，青面兽杨志。杨志是杨家将3代将门之后，梁山大排名时，他担任梁山8票骑兼先锋使，与林冲一样都是梁山上的马军头领。不过难得的是，作为马军头领，杨志的步战水平也是无可挑剔。前面提到，林冲、鲁智深都曾与他交过手，但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，所以杨志也可名列梁山步战高手行列。第六，九纹龙史进。与杨志一样，史进在梁山担任的也是梁山马军8票骑兼先锋使，在8票骑中，他排第7。至于他的步战水平如何，鲁智深最有话语权。两人曾经在赤松林中单挑20回合不分胜负，能与步战金刚鲁智深打到20回合，这实力已经相当可以了。第7，拼命三郎石秀。石秀是梁山的步军头领，很多读者都把他比喻为小武松，是因为他的脾气和战斗特点跟武松很像，属于一言不合就开干那种，而且打起架来不要命。想当初大名府劫法场救卢俊义，石秀从楼上一跃而下，一人一刀就劫了法场了。梁山好汉全伙在此，要马闪开！书中描述，他一手拖着卢俊义，一手挥着刀砍杀，被砍伤的官兵不计其数，大约有70-80个。也就是说，石秀真正做到了以一敌百。第八，浪子燕青。燕青是卢俊义的仆人，自打投靠卢府，就跟着卢俊义苦练武艺，练就了一身相扑的本领。书中评价他相扑天下无对，能做到4两拨千斤，擎天柱人猿和黑旋风李逵都被他打趴下了。第九，赤发鬼刘唐。刘唐是梁山10大步军头领之一，善使坡刀，曾在极其疲惫的状态下，与插翅虎雷横步战50回合，还能占据上风，可见实力也没有问题。后来梁山攻打东昌府，他还一坡刀砍断了张青的马腿，使张青险些陷入绝境。第10，黑旋风李逵。李逵也是步军头领之一，与前几位不同的是，他的武艺主要是靠蛮力，战场上他就像是一台推土机器，无情地收割着对面小兵。不敢说李逵是梁山最猛的步军战将，但可以肯定他一定是斩杀小兵最多的。当碰到对面敌将时，李逵也能做到出其不意，一击必杀，一斧头砍死祝家庄的祝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以上就是梁山的10大步战最强战力。可能有人会问，关胜、呼延灼、董平、花荣这些高手为何没有上榜？其实原因，视频开头已经提到，不是因为他们实力不行，而是我们只盘点那些在原著中有步战表现的梁山武将，而这些只有马上战绩的就不列入其中了。